大家好，我是来自遥远星球的伊利，一个多月啦，好久不见。那今天呢，我们先废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主题。相信你们都看到了我们的标题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林肯。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先来问问看大家呢对于林肯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可能只知道我在$5或$1上面看到他吧。如果讲到呢，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贡献的话，当然大家都会知道说他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解放英雄。因为呢，他参加了南北战争，然后南北战争就是为了黑人而打的，林肯好伟大哟。可是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的是，大家想想看，林肯当时候的环境呢，对于黑人的一个歧视是非常严重的。那难道林肯就不会这样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探讨林肯究竟是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我们先来介绍这个解放英雄的生平。他呢，在1809年的2月12号出生于肯达基州的霍珍维尔，是一个在美国南方的家庭。这个呢，预示着其实林肯本来就是出生着一个非常歧视黑人的一个环境。他呢非常可怜啊，在7岁的时候，因为家里因素被赶出了房子，然后就开始被迫工作养家人。不要问我说他爸爸的，我也不知道。他9岁的时候，妈妈去世，非常可怜，2次经商都失败，然后都为了朋友而欠下巨额债款。然后更可怜的是说，他的未婚妻在他结婚前的前一阵子，就是大概没隔几天就死掉了。非常可怜，那也是因为如此的种种打击，让他在1836年的时候一度病倒，以卧病1年。那也是因为这原因呢，后续有很多历史学家都在探讨他是不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那这边就不多说。那他最辉煌的事情当然就是他的政治啊，不然怎么会成为解放英雄嘞？那根据我自己的统计，不包括党内的选举跟发言人次数，他总共参加了8次选举，5次落败，大家都觉得好可怜。那他这个5次落败呢，当上了总统，就有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什么辉煌的成绩？就是大家知道的南北战争解放黑奴。也因此呢，他被大家所歌颂，出现在$5跟$1上面，非常伟大。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影片呢，主题是为了要探讨林肯是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我们就要来谈谈他的想法。我下面呢要讲的是他的想法、他的信件、他的演讲，这都是在网络上找到的。我会在说明栏给大家放下这个连结资讯，因为我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由大家自己去主观去分析。我这边就讲讲我自己的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呢是交叉比对。那第一个呢，他在1855年的8月24号写了一封信，是给他最好的朋友，叫做 Speed。他在里面信上提到，你知道我从心里面打从就觉得种族制度是非常的不道德的。那这个当然是他支持奴隶制度废除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理由吧。那这边有什么好打脸的嘞？他呢，其实在很多地方他都谈到过了。比如说，他在1861年跟1862年的时候，分别都有提到说，他并没有意呢要去干涉这个南方州已经有奴隶制度存在的一些法律，意思就是他并不去奢求这些有奴隶制度的州县去废除。他也常常在信里面提到说，他其实并不知道当时对于这个奴隶制度到底是要解放还是不要解放。那当然呢，因为不要解放的话，就会让当时南北战争的南方无后顾之忧的继续攻打北方。可是要是解放了，那南方势必会更生气，但是也可以因此削弱兵力。可是，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原因。还有原因是因为，其实当时的全美国呢都是非常的歧视黑人的，连林肯他其实心里面或许多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也并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因为这毕竟是他从小就一直接受的教育，就是黑人就是下等的，他也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因此会跟他在1855年写的那封信是非常的相违背的。那下一个相违背的呢，是他曾经在一封信里面提到说，这一个他写信的人呢，似乎是一个
支持废除奴隶者的人。那一个人呢，在一场演讲里面的口号就是 The Peaceful Extinction。Peaceful Extinction 就是和平的解放的意思。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林肯在这封信里面一定是非常赞扬他的努力啊之类叭叭叭叭叭，但是其实并没有。他呢在这封信里面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跟他讲，你不要想太多，这个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能在下面举出为什么，就是曾经呢南方有一度支持废除奴隶制度，但是支持了一阵子，发现行不通，就没下文了。所以劝你最好不要想太多，这个废除奴隶制度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哟，知道吗？那我们就低调一点，不要这么高调的说奴隶制度是不好的，拜托你哦。林肯就在这个信里面提到这些类似的想法。所以呢，因此可以觉得说这个是刚刚相违背的。那这一封信呢，跟他这个相违背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呢，他提到说，这个黑人奴隶，他们应该去值得他们能因为他们劳力所获得的成果回报。比如说是这些农作物的利润啊，或者是因为他们这些奴隶努力回报于国家的该有的权利，比如说像投票权、婚姻制度这些。那这个呢，要跟等下我会讲到的一个相违背。那我下一个要讲的是相违背的想法是第三个，是他在1854年的时候提到说，我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那既然这些在田里面耕作的这些人，黑人，他们也是人，那照理说他们应该跟我们有一样的权利。那这个就跟我刚刚提到的一样，就是他认为这些黑人不应该有所谓的法律权这些等等的。那他在哪里？这个可以跟他相互冲突的证据是什么呢？他在1858年的9月18号的第4场辩论，他提到了说，他并无异于支持黑人的平等，举凡于投票以及婚姻和白人结婚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奴隶解放宣言之后的黑人权利。他们在那之后的黑人权利叫做自然权。这个自然权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自然权是否动物的。那我们现在人所接受到的公民权是否人的，也就是不把这些黑人当人看。那这些想法呢，通通可以就是发现它是互相冲突的，然后等下会解释为什么林肯会有这样的转变以及这样的冲突点。那我们下一个呢，要和大家提到的呢，是奴隶解放宣言跟南北战争的解释。南北战争呢是在1861年所诞生的，那它也不像大家认为就是为了黑人奴隶而去打的一场战，其实它本来是为了去巩固联邦的完整性而去有这场战争。如果你硬要扯到黑人的话是 OK 的，因为黑人可以算是一个间接原因。本来南方跟北方就是因为这个黑人而吵架，可是这个黑人只算是某部分的原因，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州县呢不想要被联邦的政府所统治，那黑人呢算是他们的分裂的一个导火线。那南北战争我说了本来就是为了巩固于联邦的完整性。那在1862年的时候呢，诞生了奴隶解放宣言。那这个奴隶解放宣言为什么会产生？有2个原因，一个是网络上所说的。通常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因为那个战争1861年开打的吧，1862年解放宣言诞生，它这相隔了1年，在这1年之间呢，有很多的废奴主义团体都诉求叫林肯去给这些黑人啊更多的权利等等之类的，叭叭叭，因为战争大家苦哈哈。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在战争前，你这些黑人的生活吧就很糟了。那这些废奴主义者团体一直都在诉求，所以这不应该是一个原因，对吧？那第2个我更幸福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因为有这些黑人，所以南方他们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去攻打北方。那我今天我解放了呢？我今天解放了这些黑人，就会想说，耶，我被解放了，他们就跑去北方，赶快逃离南方。那这样那些南方的田呢，就没有人耕作，没有耕作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的话，这些南方的兵就没有食粮可以吃，他们反而会容易兵力削弱。所以我更认为这是一个军事策略。那我们就回到刚刚前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林肯会有这些
想法转变？为什么他会有支持跟不支持的想法转变？难道会是因为奴隶解放宣言的诞生吗？其实并不是。如果真的是的话，如果刚刚有注意听我他这些言论的年份的观众朋友，应该发现，其实他的这些言论分布的非常平均。比如说，他并不会因为1862年之后而特别去支持这个，所以他并不是因为那个南北战争或是宣言对于奴隶解放是非常的支持的。他这些好坏的言论都是非常的平均的。在下面呢，有2个原因是为什么林肯会有这么冲突的想法存在。第一个原因，这是我自己推论的，因为他本身是总统，总统不能太过于的去表明自己的立场，说什么自己喜欢黑人或是自己讨厌黑人，因为他是总统。那他的这些信件也很难去定夺，因为他是总统，这些信也是非常的公开且透明化的。他可能是因为碍于总统的身份而去说假话。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处于的党叫做共和党，敌党是民主党。民主党的理论呢，就是为了南方而创立的。什么叫做为了南方？记得我刚刚说的吗？南方是非常的需要黑人，也就是歧视黑人的。所以南方那个民主党的口号呢，就是为了奴隶制度的延续而存在的一个党。那林肯身为敌党共和党，那当然就是会有很多去抨击民主党的言论，所以很多其实林肯或是他们其他候选人，他们那个共和党其他党员的言论呢，都是有很多废奴主义的言论在里面的，就是为了要去跟民主党做对抗。那接下来呢，就是结论时间啦。结论时间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上面很多我的推测，对，好，这不是重点。我的重点呢，就是说，虽然说林肯他对于黑人是有好坏的想法存在，我们也不能因此说他是伪君子，也不能因此而说他什么想法落后啊，就会讨厌黑人，你不能这样觉得，因为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嘛。那林肯也不意外，他其实从小就已经接受着黑人就是低等生物的这种观念，所以他长大之后一定也是自然而然的会有，要是没有也是一个奇迹的。所以我也不能怪林肯怎么样，而且我认为啊，他身为一个总统，还勇于去发表这些支持黑人的言论，也是非常的可嘉许的，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对于黑人是非常极端的歧视，林肯愿意这样也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也认为林肯可以第二个非常厉害的是，因为他不会一味的去坚持歧视黑人这件事情，而且他也是把国家为优先，是为了确保联邦的完整性而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也不能去否认他这个奴隶解放宣言的一些成果，因为毕竟他还是为了美国这个歧视风气而跨出了非常大的一步。好，我是 ET， 我们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要是希望我有什么改善，在下方留言，或者是希望我做什么题材的影片，也欢迎跟我说，我都愿意接受。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加留言，还有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是 ET，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好，大家谢谢愿意看到这个地方。好嘞，好，我还讲一下。我这个已经是第2次拍这个影片，我消失了这1个多月，我都很努力的练习。为什么会重拍？因为剪辑是 Taco， 对，以后都要 Taco 做他的名字。他说我拍的太烂了，要我重拍一次，我自己也觉得很烂。然后我好骂 Taco， 你竟然叫我重拍，我就要骂你。我6月中就给你影片了，你8月底才给我出来，你该死啊你！我下次会更努力鞭策你们，你再给我团队给我试试看，知道吗？好啦，谢谢大家，再见，拜拜。